木霞，这么一看，你长得还挺好看的呀。青樱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这有什么？传说一起看过《铁树银花》的男女都能长长久久，我们也一起看过了，所以我们也长长久久吧。只有情侣才会长长久久，那我们也做情侣不就好啦？我不管，我们就要在一块儿。青樱姑娘，情爱这事并非儿戏，若你只想玩乐的话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啊！木霞，又在写什么？哎，没什么。如果青影姑娘是找我说昨夜那件事，就还是不必再浪。不是，我是特地来道歉的。喏，吃了这个饼就不能生气了。吃。不仅不能生气，还要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听说那藏书阁之中有暗门，还藏着许多禁术。可惜只有携带玉蝶之人才能进入，能不能偷偷带我进去？禁术？那既然是禁术的话，还是不要看为妙。这你就不懂了，就是因为是禁术，所以看起来才妙啊。走。又毒发了，昨日就该去蓝银阁拿解药才是。昨日他一直在我身旁。走，去蓝银阁。慢点。青檀，公主自己小心。你们办的好差事，娘娘筹划了那么久，为的就是那银矿里的银子。任公公的生意，他怎么会在此？现下银子被齐国收入国库，再想弄出来那就难了。你们把差事办成这样，让咱家怎么向娘娘交代呀？公公如实禀报便是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如实禀报，你说得清楚。你可知娘娘为此费了多少心血？我告诉你，办事不力这个罪名，你是跑不掉了。公公注意一下态度，
我呢，虽然平日里不讲究什么规矩，但是并不代表你们这些奴才可以以下犯上。我可是奉了娘娘的懿旨而来的，自然代表娘娘。你能奈我何呀？代表娘娘，你也配？你，这是吕后的令牌，此人究竟是谁？怎么会？娘娘怎会将此物交给你？这……我与他的事，怎是你一个阉奴能知晓的？谁？看完没有？这画的是什么武功秘籍吗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这……哎，你这种……干嘛？不是，哎，什么声音？走，看看。快走！这边来几个人，那边看看。啊！必须抓到混进禁书区的人，要不然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们那边找到了没有？没有人呢？去外面搜。走。木侠，他们走了。怎么样，本姑娘身姿曼妙，绰约多姿，现在是不是改主意，想做本姑娘情郎啦？你一个姑娘家的，知不知道羞？哎呀，你还是先换个衣服去吧。木侠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本姑娘身材有这么吓人吗？喂，你别说出去啊！公子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让人跑了。这么短的时间，跑也跑不了多远。必须得把他找出来。刚才我们在2楼泄露的太多，就连殿下你和娘娘的关系都……此人不出，必将危害您的安危。建在门框上的血迹缺了一块，若是此人在门外偷听的话，身上应当是沾了血迹。立刻将1个时辰内蓝衣阁附近出没过的人都查一遍。是。
公主，快把这沾了血的衣服换下来吧。不必了，我得回到蓝衣阁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到解药。可是现在回蓝衣阁岂不是很危险？我已经想到法子了。四弟，三哥，三哥怎会在此处啊？今日街上热闹，就出来逛逛。哦，四弟这是？也是在街上逛逛，急行的时候弄脏了外袍，就买了新衣服换了。急行？四弟向来稳重，今日怎会急行啊？就是遇到了点急事儿，我也是无奈为之。三哥，我府上还有事，那就先告辞了。将四殿下的行程一一查清楚。是。承平公主，三殿下，公主的衣袖。没事，只是我这衣袖脏了，得去蓝衣阁再买身新的，先失陪了。这么巧，看来偷窥者就在此二人当中。不经过允许，谁叫你来了？我突发，娘娘交代的任务，我一探听到，画中的真意是一处银矿所在。此信中，我已画出银矿所在的位置。如今，此矿已被齐王收回。还请亲姐赐药。世子之事已过，有心之人查探便能一一得知。你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吧？对于娘娘来说毫无用处，又叫我怎么把解药给你呢？桃花此前被困在马场，实在是无法将消息传递出来，还请亲姐谅解。不管你是有意无意，但你要知道，你的性命，你弟的性命，都掌握在娘娘手里。没有用处的人，她是不会留下的。桃花明白，娘娘交代的任务，下一次桃花一定会全力以赴。这半颗解药，
虽然能缓解毒性，但时刻会让你感受着蛊毒之苦。念你是初犯，今天算是对你小惩大戒一下。望公主日后行动，不要再拖延时机了。桃花明白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桃花蛊毒一犯，便赶过来了。青姐还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回去吧。殿下找我。坐。江桃花身上的血迹，确定是因为毒发。是。毒发会让五脏六腑像万千虫咬，痛苦不已。此事做不得假。此乃断魂香，燃之则随风起舞，闻之将断魂。殿下是找到了偷窥之人。今日我从蓝衣阁出来，碰见了我那四弟。神色慌张，不知为何还换了身衣裳。是他。不管是不是他，都不能再留了。我那四弟近日每日都会出入藏书阁，你把此香交给江桃花，有江桃花在，必定事半功倍。此外，一定要派人盯紧木无暇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明白。属下告退。四弟啊，四弟。我们不想杀你，今日三哥对不住了。这杨安庆可真是该死，竟然只给半颗解药。无妨，死不了便好。只是三殿下，那并非是普通的令牌。年幼时，我曾见吕后拿出来过。见此令牌者，如亲见吕后本人，其中代表的权力极大。我也只是年幼时曾在宫中见过那令牌一次，未曾想到，三殿下竟然也有一款。所以公主是觉得三殿下和吕后并非普通的联盟关系。嗯。公主，蓝衣阁那边派人送来了实行的布料。明日未时，藏书阁无六区，燃此香。相爷，王喜说，
突然有人出现在四殿下府前徘徊，形迹可疑。王喜特意画了画像，让相爷定夺。何时出现的？不到2个时辰。加派人手盯紧，若有异动，即刻拿下。明白。公主，你要的东西到了，快带上。没人看到吧？公主放心，我一路逼着人过来的。如今相爷不再派人盯着咱们正春阁了，线下出入倒是方便了许多。大齐和北院表面和平，内里暗流汹涌。我和他，未来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。公主，奴婢目光短浅，顾不上您跟相爷未来会怎样。奴婢只知道，如今那半颗解药还在青姐手里，线下公主快些解毒，才是顶顶要紧的事情。三殿下和吕后之间的关系，大有蹊跷。这香，许就是三殿下安排的。那三殿下让公主去做这么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，是为什么呢？是否如我猜的那样？等一下就能见分晓了。怎么样？本姑娘身姿曼妙，绰约多姿，现在是不是改主意，想做本姑娘情郎啦？哎呦，殿下，您跑这儿看书来了？来，喝杯茶，静静心。算了吧，这时辰，我去藏书阁了，在那儿可以静心。哦，走。哎，我刚煮的茶，您要不尝一口？殿下。阁下在寻什么人？不如相告于我。要活口。是。追！城中居然有如此高手。
本相不知，玉京城内藏龙卧虎，竟多了你这样一位高手。说，是谁让你来监视四殿下的？又意欲何为？不管我主人是何目的，沈相恐怕都无法知晓了。毒囊用牙线绑在牙齿上，看来已经含了很久了。身手敏捷，善于逃脱，且训练有素。展禄，你当得好差事，玉京城内出现这样一股不明势力，你竟在行动时才察觉。属下失职。四殿下向来空有王子虚名，不但任何药物也无半分知觉，谁会害他？害了他，又有什么好处？仙人容禀，四殿下从不涉朝堂之争，而且仙人你也是怕自己所为牵连到殿下，以至于兄弟见面都不能相认，还要装作水火不容之态。咱们都做到如此地步了，却还是引来了杀手。莫非是有人得知了您和四殿下的关系，想利用四殿下牵制住您？不会。若他们真的知道我与四殿下的关系，用此事要挟我，岂不更为得力？何必要冒险刺杀一个当朝王子？既然他们善于隐蔽，那本相就反其道而行之。王喜，哎，今日起，四殿下府中一切照旧。展禄，撤回我们所有人手。我们这回钓大鱼。公主，这几只小虫刚才闻着香还活蹦乱跳好好的，现在怎么都死了？此毒做得极为精细，初闻时有一股奇特异香，可以让人心神舒缓、放松警惕。等香中的毒素达到一定浓度时，一击致命。而香灰风吹无形，别说这两只虫子了，这要是给人用了，定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那这毒这么厉害，也不知是三殿下还是吕后制的呀？无论下达命令的人是谁，能让他们费此功夫杀的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所以，杨万清让我杀的，到底是谁？四殿下从不涉朝堂之争，而且仙人你也是怕自己所为牵连到殿下，以至于兄弟见面都不能相认，却还是引来了杀手。这么晚了，来这儿做什么？睡不着，随便走走。倒是相爷，这个时辰，独自坐在这里自斟自饮，是有谁惹你不快了？有人动了不该动的东西。是谁敢捋我们相爷的胡须啊？这种事，你做的还少吗？好酒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里还是夏天，再过3个月，北苑就要下大雪了。
相爷是齐国人，可能都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雪。整个天地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我记得有一年北院的雪，从冬天一直下到了春天。母后殿前的桃花树，连花苞都未结。我当时吵着要看桃花，于是母后就抱着我，在桃花树下赏雪。雪年年都下，又不是看不见。是啊，年年都下。我还要回北院去看桃花，看雪呢。怎么了？无妨。是不是受伤了？疼吗？当你转身后又是雨，忐忑的心越亲密，越是藏匿。思绪总在想你的夜里，越欢喜越害怕失去。你的眼睛如满天繁星，清澈而透明，倒映着天地，因为有你皆是风。别挡路，公主还没用晚膳呢。暖暖初心，狂风吹不息，写下你看相思真迹。就算会分离，也在所不惜，生死相许。给你上好的金疮药，你经常受伤，涂上能好得快一些。谢谢。那些回忆在岁月中清晰，绵绵如丝缕。这么好的鱼羹，浪费可惜了。多谢。你不吃啊？我不饿。我们跟那盯梢之人失去了联系，小的怕出意外，就把其他人也撤回来了。沈在野，我们的人向来小心，这次却这么快被识破，那说明他一直派人暗中盯着四殿下。我是没想到啊，这沈在野这么在意我这四弟，竟早早就安排人手安插在了他的身边。你说沈在野，他究竟想做什么？那沈在野如今横插一脚，明日的计划，江桃花是现在唯一可以用的人，断不能出了岔子。你命人从旁辅佐，务必要扫除所有的障碍。若这次再失败，你罪无可赦。是。
公主，你只服了半颗解药，要不今日的行动还是让我去吧，也好瞒过相爷。姚万清这个人，一旦我有任何错处，他都会咬死不放。若是我只让你去，定会落下个敷衍的罪名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我早就想好了一个人，既能带我们出府，又不会让相爷起疑。你无暇，竟敢嫌弃本姑娘，看剑！这么大的火气，是四殿下惹恼你了？我没有，我好好的，干嘛跟他生气啊？刚听你说四殿下嫌弃你，难不成是我们青影妹妹春心萌动，喜欢上四殿下了？就你聪明，怎么什么都猜得到啊？好吧，我是被木木侠拒绝了。你跟我哥又形影不离的，看着就烦。你想知道为何我与你哥哥如此恩爱吗？我可以教你。他拒绝了我，我才不要跟他恩爱呢。但这世间又不止四殿下一个男子，若是以后你遇到了别的男子，也是有用的。学了半天，原来在此处，在聊什么呢？嘘，这是我们女子之间的秘密，不告诉你。我们走。相爷，相爷，这两日按你的吩咐，将咱们的人手撤回，又吩咐王喜让四殿下府上一切如常。这群杀手果然按捺不住，又出现在四殿下府前。走。这样能行吗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有时候我们女孩子也要借助一些外力，才能吸引到心仪的男子。哦。这镜子里的丑鬼是谁啊？哎呀，怎么画成这个样子了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青影妹妹，我也没有给人画过胭脂，不小心失手了。哎，这样，快，您帮他好好画一下，不然我这要是影响了您的生意，那我可是大罪过了。哦，对，来，姑娘别担心，我来帮你改。用我家的胭脂这么一画呀，让人忍不住想依亲芳泽呢。江桃花，你看我这样如何？江桃花，这个江桃花又丢下我自己跑了。不过江桃花说的没错，这世间男子千千万，本姑娘去寻个更好的来。走，这是酸臭味，滴什么问题？再别怪我不客气了啊！转告你家大人，待我日后声名鹊起之时，他定然会后悔今日的所作所为。痴心妄想吧你！快走！给你的书。姑娘是
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人。你受了什么委屈便告诉我，我去帮你出气。不必，不过是我写的文章没被这家大人看上而已，我再投别处便是。若是别人的文章没被人看上，都是悄无声的不想让大家知道，你怎么还一脸无所谓的模样？我文章没被看上，并不代表我才学有限，而是说明这看文章的人有眼无珠，不懂欣赏。有道是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。如果我遇不上知己，这文章蒙尘也罢。这性子倒跟我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！身高8尺有余，长相俊俏，就是略微瘦削了些。哎，没关系，娘就胖了。果然天下男子千千万，这不刚出门就被我捡到一个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李娇寒。李秋，你我竟在这偌大的玉京城相遇，便是有缘。今日春光大好，你我便一起同游太湖，如何？啊？看看瓜，新鲜的瓜，哎，看看瓜，看看，哎。这两人你去哪儿了？主人的任务可办妥了。倒是硬骨头。香烟，毒囊已经取出来了。你们在玉京，想必听过沈某的名讳，把你知道的告诉我，给你个痛快。不然，沈相好本事，但你焉知人若想死，办法也多的是。他要咬舌。把人押下去，务必审出点东西来。是。奇怪，杀手从来都会以目标为先，一击毙命。可为何这些杀手却在街市上隐匿游走，一丝故布疑阵？张龙，4殿下在哪？五柳居。走，去五柳居。娘子若要借书，请在此处登记。原来五柳居是4殿下的书阁。爸，这。木侠，你也来藏书阁啊？是啊，你刚出来。对。哎，这是谁的书？你这是本什么书啊？好看吗？此乃《医神录》，姑娘可多看看。好。青影姑娘身边的书生，他是何人？青影姑娘，撤！撤！
怎会在此？我本想着给青影妹妹和四殿下一个惊喜，没想到被你率先撞破了。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！什么惊喜？青影妹妹对四殿下有意，四殿下明明也对青影妹妹有意。我知道四殿下会来此处，所以提前想要把这红绳藏好，到时候就说是青影妹妹特意编给他的，撮合二人。那你在这儿见到四殿下了吗？没有。对了，相爷为何会突然来此处？我与战罗追捕近日所查的细作，查到了此处。我来此处也有片刻了，未曾见到什么细作啊。兴许是早跑了。青影呢？他应当就在附近，我去找他。近日城里不太平，你多加小心。相爷也多加小心。相爷，人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四殿下和青影小姐正在同游。他呢？谁？哦，公主刚刚走开，属下看是往长街方向去了。相爷是不是觉得？彻查藏书阁上下，看看有何不妥。是。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他姓朱，肥猪拱门，猪朋狗友，猪杯狗血，总之就是一只不解风情的大笨猪。不是的。你敢说你不是不解风情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刚才列举的那几个猪，跟姓朱的猪不是一个猪。啊，我姓穆。啊，在下李娇寒。穆公子与我素不相识，非要一同赏景，莫不是与青影姑娘熟识？我不过是觉得今天美景令人心醉，想赏一下景罢了。明明是你非要跟我们坐在一块儿，现在又扫兴。你瞪着李兄做甚？没人求你一起。我哪里？别狡辩！我刚刚都看见了，你瞪了李兄好几次。你要是不想跟我们在一块儿，走便是了。我不走。小心！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走啊！走。戏外观戏，终成戏，谁料身陷此中局？什么戏不戏的？你不许胡说！李兄，你最近是在看《异神录》吗？奇书，神作，穆公子有没有看过？没有看过，一定要品一下。你当真觉得这是神作？嗯。可是藏书阁的吉言板上，皆是对他的批判之词，似乎大家对他并不是很认可。众人皆说这《异神录》是魏明先生逃避现实理想的幼稚之作，
但李某却觉得他们所言才是一坨狗屎。如果正略得当，书中姜昆想找的那个人人路不拾遗、无阶级之分的桃花源自会到来，那些鼠目寸光之人自然不能领略魏明先生之意。先生这是在给我们点燃希望。你真的觉得这个书给了你希望？那是自然，这心里要没点念想，这人生多无趣啊！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虽然姜昆心目中的桃花源很难达到，可如果写书的时候也有所顾忌的话，与当下又有何区别呢？英雄所见略同，当痛饮3杯。能得此知己，痛饮几杯又何妨？好，来，穆公子，李兄。李娇寒，明明是本姑娘约你在先，你怎么跟她高高兴兴的？红颜虽好，知己难寻。我与这位公子一见如故，自是高兴。乐在院中游，周览无穷已。百会吐芳华，重台妙高枝。林木分交错，悬池戏舫里。清婉必详琴，仙轮出瞻尾。我不会。座中发美赞，意气同音轨。临川，临川献清姑，微歌发号使。对对，素琴挥雅操，轻声随风起。思会岂不乐？恨无东野子。酒中念幽人，手顾迷中时。别念了，你自己掉湖里了。李兄，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穆兄。李兄，但当起妻贤，系心在知己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怎会在此？我本想着给青影妹妹和四殿下一个惊喜，没想到被你率先撞破了。可千万别说出去啊！但愿这是巧合，是我多想。相爷，藏书阁内一切正常，但是傍晚时分，在四殿下常去的五柳居内，发现这只死老鼠。老鼠身上没有外伤，死状倒像是中毒。但奇怪的是，藏书阁近日并未投放鼠药。初入五柳居时，你可有闻到一股淡淡的奇异香味？是，似是有一股淡淡的脂粉香气，还夹杂着一股皂荚的气息，很特殊，属下也是第一次闻到。沿着这个方向去查。明白。对了，相爷，杀手招了，说他听从蓝衣阁的调令。蓝衣阁？是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公主的衣服都是从蓝衣阁定制的。那掌柜说，桃花穿的是当今玉京城里大齐贵女们最时兴的款式。似是有一股淡淡的脂粉香气，还夹杂着一股皂荚的气息。从现在起，我要蓝衣阁所有进出人员的名单，查清江桃花和蓝衣阁有无勾结，还有他们过去所有往来的细节。明白。公主，公主，
公主，要不我还是去请个大夫来吧。没有的，这毒只有杨万清手里的解药才能暂缓。他之前只给我半颗解药，就是为了让我受此折磨，借机惩罚我。我得再去探来一个。可是上次他交给咱们点香的事情失败了，他还能把解药给咱们吗？只要他们还需要我这颗棋子，他不会让我死的。否则我死了，谁来替他们卖命？不过是多加些折辱，取笑一番罢了，忍忍就好了。你去拿套干净的衣服过来吧。是。金台，这是公主想要换身衣服，奴婢是去给公主送衣服的。正好，我要去见公主，一起带过去便是。把衣裳拿过来吧。多谢相爷。公主现在换衣裳，是要出门吗？是啊，想出门逛逛，看有没有时兴的衣裳。公主的衣装，不是刚刚才添置过吗？相爷有所不知，这女孩子的衣裳啊，总是感觉不够穿，胭脂呢，也总是缺一样颜色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本相思虑不周了，该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现在玉京新流行的桃花妆。桃花妆？你们女子还真是奇怪啊！好好的桃花妆，非要画在胳膊上。我们女子的心思，相爷就别猜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对女子的妆容的确不甚了解，乍一看，还以为是纤细的纹身。相爷真是说笑了，好好的，哪来的什么奸细啊？怎么没有？前几日战卢在外面，就发现了几个意欲作乱的敌国奸细。公主这些日子，还是先不要出府，有些事，也不急于这一时片刻，对吧？我是相府娘子，这青天白日的，难道还有人敢对我当街行凶？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吗？还是说，公主今日约了什么人，必须要出去？
公主这些日子就在府上好生待着，等过阵子，公主想去哪儿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喜欢什么，也可帮着挑一挑。若我说，我今天就要出门，会如何？若公主今日执意要出门，只怕战楼那几个蠢笨的手下会把公主当作什么人给伤了，那样就不好了。公主，你说呢？那就依相爷所言，我过段日子再出门就好了。他在警告我，藏书阁那日的行动，终是露出了痕迹。那咱们今日还出府吗？出。相爷所料不错，公主出了征春阁，看样子是往后门去了。都是那枪桃花，败事有余。娘娘交代的任务没有一次顺利完成过。此次一击不成，只怕是让沈在也有了防备，以后再想动手就难了。谁啊？是我。里面有人，莫不是三殿下？公主难道不知你家相爷正在满城搜查可疑人员，突然到访，不怕惹来祸患，影响我这据点吗？卿姐息怒，桃花有不得不来的理由。若是我没有猜错，娘娘所交代的任务，针对的目标是在藏书阁读书的四殿下。那又怎样？难道是公主心软了，想替木无暇求情？卿姐误会了，桃花今日前来是想向卿姐求那另外半颗解药。寸功未见，你有何颜面要那半颗解药？若不是你们不信我，找了我，还找了那帮死士做帮手，手脚笨拙，反而连累了我。现在木无暇已是个死人了。只是这第一次的任务已然失败，即便是有第二次机会，我的身体也等不了了。我已有了万全计划，若不出意外，必能一招毙命。但前提是卿姐赐药，不然，我怕我的身子会耽误了娘娘的大事。解药之事我已允你，若之后再出半点差错，唯你是问。是。
殿下为何要答应他？江桃花心思不少。他既亲自求到这里，我答应又何妨？他的话我自不会全信。要想任务成功，须得咱们逼他一把才行。对了，北岳那边可有消息？上次任务失败之后去过一封信，娘娘没有再下达新的任务。我在想，是否恼怒于我等办事不力？那就再等等，也许他是有旁的事耽搁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去哪儿了？蓝衣阁。为什么？相爷不是早已查明了吗？何必明知故问？江桃花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。所以我还要感谢相爷，给了我一个坦白交代的机会。你之前明明说过四殿下像你的亲弟弟，难道在你心中除了你自己谁都不重要，谁都可以舍弃是吗？此前我就和相爷保证过，不会做危害大齐之事。这个保证，也包括大齐的四殿下。我绝对不会做危害你，或是危害大齐之事。如违誓言，便不得再与亲人相见。如违誓言，不得再与亲人相见。一无所知，画眉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现下看来，相爷是不会相信话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碎且终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，害盼他摘下怀抱露出的花，就算要将此花赠予。那奸相与您说什么了？他说他信我。公主这就全告诉他了。那奸相值得信任吗？我不说，他就不会知道了。自那日藏书阁后，这争春阁怕是早就被人给盯上了。那杨万清那儿，公主想好怎么办了吗？今日费了好一些口舌，才讨来了半颗解药。这次若是再没有什么行动，怕是再要不来解药了。难道咱们真的要对四殿下动手吗？不可。
且不说相爷和青影妹妹对四殿下的态度，就说相爷追杀我那次，他为了保我一个不受重视的和亲公主，竟然不惜与权臣反目救我一命。这样仁义之人，我怎能恩将仇报？那公主打算怎么办？现下杨万清正紧盯着我。这样吧，你先出府，假意去打探四殿下的行踪，去转移杨万清的视线，让他以为我们真的是去调查四殿下，这样也有时间让我想想怎么准备个万全之策。好。殿下，承平公主邀您出府散心，见您的马车就停在府外了。现在吗？是。公主不好了，杨万清以您的名义约四殿下出府。我觉得事有蹊跷，所以赶紧回来禀报。糟了，他们定是不相信我，自己行动了。四殿下现在在哪儿？我看着是向庆芳茶社的方向去了。快去找相爷。公主，对不住，相爷刚刚被主上召见去了宫里。青姐，请吧。你做什么？江桃花，你推三阻四不愿意行动，怎么？我亲自动手，你还敢来？桃花不敢，只是此处人多眼杂，青姐要在此动手，怕是沈在野很快就会查出蓝衣阁。若蓝衣阁全军覆没，那娘娘在大齐多年以来的苦心运筹就要功亏一篑了。为了区区一个四殿下，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，实在是不值。这么说来，你有别的办法？那日在藏书阁，这香不过只点了片刻，便因沈在野的出现而被迫熄灭了。今日，何不继续发挥它的作用？只要把这香点了，不出一炷香的功夫，四殿下便会毙命于此。青姐放心，这香不过是点了片刻，不会影响它的毒性的。最好是这样。平时公主小心思不少，今天我亲自守在门外，等这炷香燃完再走。相爷，刚才王喜来报，四殿下应公主邀约出了府，在路上突然出现了意外，失去了踪影。事发突然，王喜怕……公主呢？也出了府，去了茶馆，而且
杨万清也在。相爷，我们的人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公主承诺过不会伤害四殿下，我们怕有什么误会，便没有擅自行动。您看，是不是误会？去了便知。移炷香的时间已到，这里面的毒气足以置四殿下于死地，这下清洁可放心了。这回总算没让娘娘失望了。你放心，我会上书娘娘，给你一份奖励。桃花此前出手失败，这次不过是将功赎罪，岂敢要奖励？娘娘做事啊，向来赏罚分明。做对了，就该赏。可若明天我听不到木无暇的死讯，那便是你又动了手脚。我定会向娘娘禀报。届时你跟长觉殿下的下场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卿姐放心。撤！枪！四殿下，四殿下，四殿下，快醒醒！四殿下，公主，多加点面粉啊，要不这毒性太强了。不可，杨万清为人谨慎，若是面粉太多，他会发现的。只能这样半真半假，才有希望蒙骗过去。还好没事。为什么沈在仪暗格里的手帕会在四殿下身上？我的表哥，他是一位奇才，也是我一生都在追赶的人。不知他现在在何处？他早已不在了。难道沈在仪竟就是四殿下口中心心念念的表哥？殿下，江桃花，你在干什么？救人。殿下，殿下，相爷是段魂香，带四殿下回去诊治。是。香，何时能救人了？你既已认定我要害人，又何必白费口舌？带走！江桃花，你曾说过不会伤害四殿下，告诉我背后之人。今日之事，我既往不咎。我说我在救人，你却把我关进了刑房，这就是你说的相信我？断魂香闻之断魂，如今四殿下昏迷不醒，
他脖颈处有刀伤，你持刀站在一侧，你告诉我该怎么信你？即使如此，就算我说出了背后之人，难道相爷就不会怀疑我是为了洗脱罪名而随意攀咬？那你怕是高估了自己的本事，也低估了本校的手段。最后问你一次，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无人知是。江桃花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。我想得很清楚，我和相爷这辈子都不会真正的互相信任。既然如此，倒不如早些把话说明白。相爷若想用刑，请自便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为什么偏偏是四殿下？他对你如何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的心是铁石做的吗？相爷早该清楚了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只要能活着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什么人都下得去手。好一个什么人都下得去手！想必你今日死在我的手上，也不会有任何怨言了吧？当然，以身入局，丢了性命，也算不得稀奇。昔日在猎场，相爷不也是把自己的命都算进去了吗？且不说那一剑来的蹊跷，单就止血散还有那些药，若不是早有准备，怎么来的那般气势？我不过是把瓷片护在胸前，相爷就认为我是在舍身相救。可见相爷这一生，实在是没遇到过真心对待你的人。只是那片你祈求的蓝，我必须用力黯淡。你不是落水，不必自悲欢。是本校输了，我不是长亭，不能向谁攀。莫怪我情绪着离送严寒，都不敢。谁曾怜何人我静静的凉意的岁月，此今照料成薄情的亏欠。伸出他背后之人！你可知爱不成炎黄于心间，万人轩。还好命运将悲喜一吻，拾起了我们的爱。相爷，四殿下如何？太医说吸入毒量不多，昏睡几日便能醒，具体几日还得看四殿下身体。对外放出消息，明日四殿下会去余归山赏景散心。相爷是想引蛇出洞？放贼千日，不如永绝后患。明日你亲自带人去布置。明白。相爷，他什么都不说，不得已我们用了鞭刑。住手！相爷，相爷。把人带回城春阁，我自己审。
公主，我去找药。不必了，我都已经处理过了。把你弄成这样，我去杀了他。青苔，棋差一招，就该愿赌服输。咱们能不能不赌了？我不想你再受伤了。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四殿下怎么样了？您一直没回来，我就出去打探消息。听闻四殿下无恙，明日要去余归山赏景散心。不可能。虽然说我把香已经换了，但他至少还要睡个1天1夜。定是沈在也故意放出假消息，想要引蛇出洞。这倒是个转机，我就将计就计。我得出府去找杨万清。可是要让他知道咱们现在去找杨万清，日后怕是……我和他还哪来的日后啊？余归山山路崎岖，是最好的杀人地点，他们绝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相爷放心，我们的人已经部署完毕。相爷，征春阁那边送来了一封信。相爷，相爷，行动在即，我们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吧？我倒要看看，他到底要干什么。这口之中有迷药，公主小心。我身中将桃丹，这迷药对我无用。你快去准备一下吧，他应该要到了。江桃花，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。事已至此，你我若继续下去，只会徒增厌恶。不如一别两宽，早日各生欢喜。今夜约相爷前来，就是为了喝这最后一顿诀别酒。满饮此杯，你我再无干系。你如今身份不明，还意图谋害我大齐王嗣，危及
欺我大齐国祚，诸多罪名罄竹难书。你想一纸和离，便一走了之，你休想！正是因为我满身无名，所以才更要和离，以免牵连香烟。竟还是为我考虑了。还记得你我第一次见面吗？那个时候，就注定了我们的宿命。靠不近，也挣不脱。你我的婚事，本就是我强求来的。现在和离，才是顺应天道。嫁给我，你后悔了？虽棋局已负，但落子无悔。你可还记得我们在天水村的日子？虽然只有短短几日，却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如若可以，我愿意抛下所有，寻一处安静之地，每日种田织布，养鸡养鸭，这样的日子怡然自得，多开心啊！你把本乡的生活搞得一团乱，如今说走就走，还想找一清净之所，图就此安生。江桃花，你记住，我不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这段姻缘，既是你求来的，哪怕是死路，你也要跟本乡一起走下去。和不信任的人朝夕相处，只会越来越痛苦。香叶童梦姐姐，不是已经验证过了吗？花开一无所知，花美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便知，正中间恍如隔世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碎且终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。喝了这句别酒，今生今世，你我不复相见。就算要将此话赠予另个你想就此安生，我偏不许。心愿在泥泞里挣扎，遗憾在绝望中厮杀，害盼他摘下怀抱露出的花，就
化赠予另个姿态，还疯狂地想他，不怕会被误解倾轧。紧握他说的与话有关的话，原来是他悠悠之情的回展露，相爷，您的令牌不必管他。咱们按照计划，所有想害四殿下的，杀无赦。那，若是上山的人中有公主呢？上山的，只有想害四殿下的贼人。是。公主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敢过来！青姐，我们进去说吧，可抢诱饵。青姐饶命！昨日是那沈在野突然赶到，才救下了木无暇的性命。公主机敏过人，智计频出，杨某自愧不如。但笨人有笨人的法子，不听你说话，看结果就是。昨日无论那奸相如何严刑拷打，桃花未曾吐露只言片语。今日得了机会，便立刻赶过来通风报信。桃花只想将功赎罪。桃花和弟弟二人性命悉数系于娘娘之手，桃花不敢有二心。今日那木无暇会去余归山，桃花还想请青姐助我一臂之力。若是能让三殿下知晓，那天撞破他动手的是我，不是四殿下，此局可否迎刃而解？还有一事，桃花要向青姐请罪。任公公之死，我知道是谁所为。胡言乱语！桃花那天无意撞倒，心下惊惧，才一时不敢认下。这几天便接到了刺杀木无暇的任务。桃花斗胆猜测，是与任公公之死有关。桃花想了几天，娘娘所信之人，便该是桃花所中之人。桃花愿为他肝脑涂地，
此番并非有意违抗，还请青姐帮我带个话：谋害王嗣，滋事体大，不妨从长计议，以保周全。做好你该做的事，别说不该说的话。公主，我知道你跟木无暇情同姐弟，但今日木无暇一定要死，不然死的就是长觉殿下。桃花明白。殿下恕罪，属下办事不力，那天不应该轻信他。但若江桃花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们还杀木无暇吗？即使局势大乱，会不会坏了娘娘的大事啊？世子已废，剩下我们3个。二哥背靠秦家，我们暂时还动不了的。我本以为我那4弟长居行宫，无人在意，可我竟不知他和沈在野走得那么近。既然如此，江桃花所说，或真或假，一点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的4弟必须死。哎，殿下，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江桃花吗？恩将仇报，想要加害于您，给您设下了什么叫断魂香，咱们真是看错他。还好沈相来得及时，这才救了您。来，殿下，您先别说话了，您这嗓子别落下了什么病根儿。您歇着啊，我这给您找太医过来。4殿下，快醒醒！4殿下，没事就好。我记得江桃花，你在干什么？救人。我要去找沈夏。殿下。卖花了，新鲜的花，来看看新鲜的花哟！哎，您看看呢。来，卖花了，来，看看我的花，喜欢哪一束啊？你拿好看就好。来，芊芊。
青姐放心，我不会拿我的性命做赌注，此事不会出现纰漏的。青姐，请看，这鱼龟山崖壁陡峭，山顶更是险峻巍峨。这一旁就是深不见底的深渊，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。一旦坠落，就算是最坚固的石头，都会摔得粉身碎骨。若是木无暇掉下去，就算不死，也会被崖壁的乱石撞得支离破碎。今日之事其中利弊，不用我再给公主分析了吧？桃花自然明白，此事重大，若真出现了什么闪失，还请青姐务必要施以援手。你我既是有共同目标，那是自然的。沈在也想要假扮四殿下引蛇出洞，咱们就顺势而为，借此引出杨万清，一举杀之。岂可暂解四殿下之困？吕后问道，也可以把此事悉数推到沈在野身上。上山之时有一段险路，我会在此处动手。待我去找杨万清之时，你便去把马车改装好，然后在此处寻隐秘之地等我。若我得手，我会发信号，你收到信号后需立刻与我会合，否则我怕那马车夫会对我不利。公主，我真的不能跟你一起待在马车里面吗？那杨万清本就不信我，你若在，他不会与我同行的。青姐，咱们脚程需快些，木无暇怕是已经到山顶了。快些赶路！是，驾！驾！没想到啊，你为了木无暇的安危，竟然真敢对我下手。要不是三殿下早有提防，今天还真就被你给害了。你不要总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聪明之人，以为所有的人都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以沈在野的艰险程度，他刚得知木无暇在茶馆遇险，怎么可能放他出来散心呢？你还专门找我过来跟我提起，这不就更奇怪了？四殿下，四殿下，你把他怎么了？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可以引蛇出洞，我就不能守株待兔了？这个傻小子断魂香的劲儿还没过呢，就心心念念的要去给你洗冤，直接就被我们的人给逮过来了。哦。还有你那个侍女叫青苔的，她还挺懂我们北院的机关秘术，所以我就找人同样做了一个，
北院西座江桃花意图谋害大齐王嗣，被齐国左相沈在野发现，就地正法。这个没有蓝衣阁参与的故事，听上去很圆满。你觉得呢？公主，公主是被冤枉的，她没有想杀四殿下，放开我！若他冤枉，就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四殿下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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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今天你们两个人，谁也别想走！四殿下，四殿下，四殿下，四殿下！江桃花，你铁了心要忤逆娘娘，注定一死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怨我用你的命换条生路。你给我起来！沈在野，好大的阵势啊！有本事就让你的人放箭！不要！他死了会把公主带下去！公主，公主！我识得你，蓝衣阁的掌柜杨万清，12岁入宫，成了北院吕后的贴身女官。8年后，因不敬主子被驱逐出宫，来齐国讨生活。如此看来，也不尽然。沈在野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是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？我是什么人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你在乎的人，现在都在我手里。无论你是谁的棋子，都没有必要为了那个人白白丢掉性命。他给你的承诺，跟你做的交易，我一样可以给你。你若束手就擒，我保你不死。沈在野，这大齐上下，谁人不知你奸邪毒辣？我此时放了他们，只会被你万箭穿心。你若是不想看见3具尸体，就撤了你的人，再准备1辆马车。我带他们下山之后，自会放他们离开。你若不应，那他们2个人都得给我陪葬。你未免也太天真了。江桃花既然是北院的奸细，我怎会在乎她的命？今天能活着下山的人，只有4殿下。世相，公主她没有做错什么，我求你救救她吧！江桃花，我好心疼你啊！
三爷，我要杀了你！来人，带青苔回府。放开我！我不回去，我要回北院，告诉世子是你们杀死了公主，让她来报仇。相爷，公主也许是……再说一遍，没有什么公主。坠崖二人，均是意图窃密，害我大齐王死的敌国奸细。带人去压地嫂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年年你在身边，看尽时光缱绻，笔笔描绘阴晴圆缺，一代眉眼，纸墨化作刀剑，刻下对坐无间。就算是镜花水月，若有你，是我今生唯一。事已至此，不如一别两宽。喝了这诀别酒，今生今世，你我不复相见。展炉，相爷，郑春阁的匾额该摘了。是。那公主的物事，我说过了，相府没有什么公主。把那细作的物事清点清楚，该留作呈堂证供的，尽数封存；其余的销毁。相爷，那青苔姑娘如何处置？她不是想着要回北院，派兵来为江桃花报仇吗？本相等着。蓝衣阁的奸细都抓到了吗？已经押入大牢了，只是现下还无人招供。相爷可要亲审？说，你们潜藏在玉京城内的幕后主使是谁？不知道。快说！相爷，本相手下不养闲人，查不出幕后主使，提头来见。是。说。狗贼！慢着。狗贼！这是什么？这是现在玉京新流行的桃花妆。这桃花印记是何用的？你们北院的细作是以桃花来互认身份的吗？说桃花印记者皆为北院死士。北院死士？她堂堂公主，怎会是死士？况且昨夜我看得分明，她胳膊干干净净。毒方那日，她胳膊上的印记也比这些细作浅上不少。可若是画上去的，不可能每个印记都分毫不差，相同位置，深浅不一，时有时无。这莫非是中毒之兆？相爷，我们还没用重刑，
他这怎么就死了？七窍流血是毒发之症，莫非这印记颜色与毒发时间有关？他的下场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搜查杨万清住所时，发现了一粒药丸，想来便是这毒的解药，或许能解你们的毒。有解药，解药！你们中要是有想活命的，就告诉我幕后主使，解药只有一粒。解药，解药！楚大人赐药，给我解药，解药，给我解药！我什么都愿意说，什么都愿意说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是毒。你们中的是什么毒？此毒名为降桃丹，是吕后逼迫我等服下。桃花印记便是毒发的标志，他以此要挟我等为之卖命。我等每月若不服解药，轻则吐血昏厥，重则暴毙而亡。那吕后还以我等亲族身家性命相拼，我爹娘被吕后押入大牢，我只想见他们最后一面。沈大人，我的妻儿都在吕后手里，我若是没完成任务，他们必死无疑。沈相，沈相，你们都被吕后所知，那江桃花呢？江桃花和我们一样，都是最下等的妻子。她乃堂堂承平公主，岂会与你们相提并论？奸相，你不会真以为北院会把金尊玉贵的公主嫁给你当小妾吧？想当初在北院王宫，江桃花为了一碗汤药，甘愿给我下跪，直到与你相配啊！相爷，相爷有发现。我在征春阁床下暗格里面发现了这封信，应该是公主弟弟给江桃花的家书。原来他还有个弟弟在吕后手上，难怪。那吕后还与我等亲族身家性命相逼，我若是没完成任务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去北院的探子为何还不回来？咱们派到北院的探子飞书来报，说在北院接连遭遇不测，不过此时应该已经在返回路上。咱们的侍卫这2日在余归山搜寻，还是没有找到江桃花的尸体。附近的船夫说，崖底全是激流漩涡，一旦坠下，不仅性命难保，就连尸首都难以找到。沈在野，沈在野，四殿下，那日在茶楼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何会去那里？那日是有人假借公主的名义约我出门，但是一见面就将我击晕了。我在半昏半醒间听见他们发生了争执，公主将那人骗走之后，又拼命的想要唤醒我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就听见公主已经……江桃花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在救人，你却把我关进了刑房，这就是你说的相信我？所以，他真的是救人。沈在野，公主出事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我在跟你说话呢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木侠，江桃花坠崖当真是意外，我哥是想救她的。意外？这件事情这么蹊跷，怎么可能是意外？我不信，公主怕不是被他所害。
属下曾徒终于寻得公主和亲真相，耽误时，还请相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将功赎罪。把你打探到的，原封不动的说与我听。是。相爷，这便是属下探查的全部事情。承平公主空有名号，却连最底层的宫女都不如。相爷，不如我们现在就杀入北苑王宫，为公主出口恶气。不可，长居世子还在吕后手中。你先下去养伤吧。多谢相爷，属下告退。相爷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加派人手继续找。是，属下明白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你倒是对得起你的名字。隐没在我眉心的残垣，烈马凭来脚紧转。既是合卺酒，自然要与相爷共享。无人将梦尽在转。怎能忘命运背弃一晚，衰草逼成了花瓣。这个时辰，相爷一个人在这里自斟自饮，是谁惹相爷不快了？这种事，你做的还少吗？你不是落水，不必自悲欢。我不是长亭，不能将水攀。莫怪多情曲浊里送严寒，都不甘。谁曾想本是独自寄沧海的一场劫，却做一若人间的一场月。却有天涯无方数可容些，你从未远，而我无缘。谁曾怜何人拨尽尽的凉意的岁月？相爷，属下们连日搜索，找到了这个。你可知爱不成炎黄于心间，万人血。江桃花，我求个神佛保佑，你不会死，也不能死。诸佛在上，江桃花一生悲苦，却一心向善，从无害人之心。他所求之事，不过现世安稳，家人平安。谁曾怜何人拨尽尽的凉意的岁月？是我害他之子，若有报应，也当是我一人承担。我现在也在此立誓，求诸佛见证，愿以我之寿数还江桃花的一线生机，让他度过此劫数。
该失去多少年？我哥苦寻江桃花，可这么久都没有音讯，请各位大神一定要保佑他能平平安安。我向青云保证，只要江桃花能平安回来，我定给各位大罗神仙重塑金身，人均10个大馒头。另加，你们又不喝酒不吃肉的，再来点什么好呢？青影姑娘，你要不看看这是哪儿？这里是庙，这里供奉的都是一些尊者、菩萨还有佛。你说的大罗金仙，那是道观里才有的。啊，还有这种说法？那我重新说啊，请各位大佛千万不要见怪。我还是再去请一株更大的香烛吧。弟弟刚刚说错的话。其实也不必，佛陀都是一些开悟之人，也不会因为你这点事儿就。还请公子还我书稿。我们好不容易勾搭一姑娘，你上去装装样子，人家就不理我们了。你不就是一穷书生吗？你就会背两句诗，坏了我的好事，我把稿子给你撕了。一个个尖嘴猴腮、张头鼠目，谁家姑娘会看得上你们？自己无能还要怪别人，真是一群窝囊废。居然还隐含了一位女侠，性子虽然烈了些，不过蛮符合公子我的胃口。来人，把他抓来！本公子要慢慢和他切磋剑术。住手！原来四殿下也在啊！可是有什么事？寺堂乃清净之地，你们难道要在此处欺男霸女吗？我父王最忌讳此等事了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向父王禀报一下？不敢不敢，我也只是说笑而已。黑毛，我等就先告退了。告退。慢着，几位，这位李兄是我和四殿下的至交好友，你们不会再找他麻烦了吧？女侠说的哪里话？不会不会。本女侠劝你们一句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莫要再找麻烦，否则……终于装成了一次。刚刚都有得罪，在下刘史台家的，以后再见面就是朋友了。有机会我请客可好啊？您客气了，刚才不过误会一场。我看诸位兄台气宇不凡，不如我赠诗一首，以文会友，可好？好，好啊！好。一众送玉郎，枝堆冲栋梁，谈笑百有树。安邦有痴长，待机看花娘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各位貌比宋玉，肢负五车，气宇不凡，又有安邦报国之心，如此雄伟，平时看看姑娘，理所应当。兄台说得好，来人，给我记下来，回去给我做成符，挂在我的书房。我们走。还请四殿下自便。告辞告辞。李兄，你们笑什么？对了，诗不都是成双成对的吗？刚才那诗才5句，不对吧？如果那群人知道5、6，又怎会做事不着4、6呢？所以呢？你们到底笑什么啊？一堆白痴娘，竟然是首藏头诗！你们这些做学问的还真是骂人不带脏字啊！李兄好策论啊！穆公子抬举了，拙作不堪用呢。或者，我该称您为四殿下。不过是个称呼罢了，李兄不必如此自谦。你写得如此好。我定要把你举荐上去。那我回去再润色一番，还请穆公子费心。好。
爱卿，哎呦，寡人看你精神不济，体力也不堪，不如寡人给你提提神。嗯。谢主上。坐。寡人一直在等着你的回禀，这都过去多久了？承平公主是为了和亲而来，如今却香消玉殒。难道你想挑起两国战端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主上，臣无意挑起战端。承平公主坠崖之后，人事均未找到，因属生死不明，臣正在全力寻找。本想等找到之后再告知主上，但主上这板子打的是，臣为及时禀明，实属该当。承平公主是生是死，要尽快拿出定论。北院来书说将派使团过来，届时若问起承平公主的下落，我们得有个说法才是。此事你来安排，自己捅出的篓子，自己善后。是，臣这就去处理此事。吕后此时派使团，应是为重建南夷阁而来。他们竟然还敢来！既然主动送上门，来可以，来的人，我要自己定。按曾图说过的人列张单子，送去北院。是。江桃花，你究竟在何处？你一定还活着，对不对？真是放肆！他沈在也不过区区大齐左相，竟敢指定北院出使之人。惠娘娘，齐国指定的这些人，或多或少都与承平公主熟识。本宫也注意到此处，所以才更不明白，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。娘娘，依在下之见，这沈在也一向谨慎，如此行事，定有图谋。至于他意欲何为，我等深究无益，不如再多加派几名得力人手随团，随机应变即可。您别忘了，此次出使是为了……伙食说的有理，那就将计就计，看看他要做些什么。加派的得力人手，本宫亲自安排。
本宫苦心经营的蓝衣阁，无影这个废物，百无一用。娘娘息怒，要保重凤体啊。梅嬷嬷，本宫身体有些不爽，你去追上国师，告诉他明日起代为监国。本宫需闭门静修些时。是，娘娘。相爷，有线索了吗？整个山谷又翻了3遍，周围100里之内也细细搜寻了一番，还是没找到。相爷，要不我们还是……我明日继续带人搜查。慢着，你去把方圆100里所有医馆的出诊记录给我调过来，我要一一排查。明白。救我尸体，就终归还有一线希望。相爷，全城医馆的出诊记录都在这里了，您到底要找什么呀？搜寻了这么久都一无所获，万一他已经获救了呢？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去，必定会受伤，总归是要看郎中的。此等坠崖记录并不常见，观之用药剂量、出诊次数，总能窥见端倪。相爷，一夜了，吃点东西再看。9月1日、9月6日、9月13、9月17、9月20、27，找到了。灵石医馆最近这段时间，每隔几日就会去一趟3殿下府，而3殿下一直跟一帮制丹炼药的人在一起，身子骨一直不错。况且，就算是3殿下生了病，也应该传唤医官，而不是这种坐堂大夫。相爷的意思是，公主现在有可能在3殿下府？尚未可知。带上画像，跟我走。是。驾。玉。林大夫在吗？他不在，他去3殿下府出诊了。走。
公爵，阿姐，阿姐，特遣公主桃花，封号承平，赴大齐和亲。嫁给我，你后悔了。公主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公主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些日子我提心吊胆，我生怕你就这么睡过去。啊，我这乌鸦嘴，公主明明醒来了。青檀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全身都是伤。公主，公主你在哪儿啊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太好了，公主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公主。这些时我小心照顾，你的伤口倒是恢复了许多。公主，那可是鱼龟山啊，从鱼龟山上掉下来，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，你可真是福大命大。鱼龟山。是我们在和亲的路上遇到的山吗？和亲？那不是。青檀姑娘，林大夫来了。林大夫，林大夫，你快给我家公主看看。小娘子，你终于平安醒来，脉象也平稳许多，可喜可贺呀。有劳大夫了。林大夫，小娘子身体娇弱，你可瞧仔细了。啊，是。多谢殿下关心。不知小娘子是否感觉到有不适之处？这明明是倒春寒之际，我却觉得有些闷热。公主，什么倒春寒啊？这都秋老虎了。须是小娘子气血逆乱所致，还需好好静养。不可劳心劳神。我先开个方子，吃上几服再看。啊！青檀姑娘还不随着林大夫去抓药吗？炼丹房里多的是药材，你也一并拿过来。我不走，我要跟公主待在一起。别废话，难不成你是要我亲自去吗？去吧，青檀。小娘子，你可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浪费了我多少药钱？殿下费心了。你怎知我会留你性命？你将如何报答于我？桃花已嫁入殿下府上，
便是殿下的人了。殿下想让我如何报答？你何时嫁与我的？休要坏我名声。桃花千里迢迢自北院前来和亲，若是没有嫁给殿下，又怎会住在殿下的府上？你我并未成亲，还在等父王指定婚期。自你入府以来，我便赐你名为梦儿姑娘。梦儿，不喜欢？怎会？殿下赐名是我的福气。那以后便就都这么叫吧。梦儿知道了。竟然真的入秋。您慢走。殿下出手就是阔绰，这比坐堂听着。可见过此画中女子？这娘子嘛，看着的确有些面熟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三殿下府中，可有此女子？哦，相爷，您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画中女子的确与三殿下府中那位娘子很像，只是这眉眼气质比画像有些呆滞。来，林大夫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这点心意你收下。多谢，多谢。你既知相爷大名，就应知相爷行事向来不是人。今日被问之事，没人问过我什么呀。行了，你走吧。哎，相爷，你为何不问问公主的具体情况？此人一看便是重利妄义之人，问多了反而有麻烦。既知他在这儿，按理输送拜帖再来不迟。是。殿下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从今日起，我府上里屋的那位便唤作梦儿姑娘，是本殿下还未过门的娘子。你身为她的丫鬟，以后行事说话都给我注意点，不能让她起疑。谁会信你这些谎话？梦儿姑娘信啊。公主，公主她到底怎么了？我让清风为你准备了一间厢房，以后的每一天，你服侍完她的一日三餐，最好进去给我乖乖的待着，要不然，这降桃丹的解药，你应该见过。你不要乱说话，否则梦儿姑娘就没命了。青黛姑娘，请吧，我带你去厢房。此番万分凶险，若我行动失败，公主，你就把我送到三殿下府。三殿下？嗯，公主说错了吧？该是四殿下那儿吧？
若此次任务失手，以沈在野的行事作风，4殿下怕是保不住我。唯有3殿下，我可以再赌一次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进3殿下府。公主啊，公主，你这才从奸相的手里面逃出来，又跳入3殿下这个火坑，到底想要做什么呀？殿下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青太太果然乖乖进了厢房。一个丫鬟而已，不足为惧。殿下，娘娘与您联系上了。那内力解药，蓝衣阁被查抄前，我担心露出马脚，前去搜查了一番。那枚解药，就是无意当中搜出来的。殿下，那北院公主她当真把您继承了左相？小的总觉得此事有些蹊跷。她若敢撒这样的谎，也活不到今天吧。我想应该是她重伤之下，神思不清罢了。那若是哪天她突然清醒，记起了不该记的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殿下，且不说杨万清之死是否与他有关，他细作身份既见了光，那他就是个没用的废弃。一颗废棋用得好，也能出奇制胜。那此事要和娘娘汇报吗？不必了。娘娘那边正等着蓝衣阁出事的全部经过，若连这都不说的话，娘娘生气怎么办啊？生气？那我在他心里和杨万清有何区别？他若是生气，那便亲自过来找我问罪，我就当面跟他解释清楚。殿下，沈相派人送来了拜帖。他回我蓝衣阁，我还没有找他算账，他倒是自己先找上门来了。明日允沈相进府。是。姑娘，你怎么起来了？青苔，在这府中，我当真被唤作梦儿吗？是真的，你先坐，咱们先吃饭。今天有炒鸡蛋，这药也熬好了，你饭后记得喝。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青苔，你怎么了？3殿下救了姑娘，我也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报答3殿下的大恩。这几日我都在3殿下的炼丹房里帮忙。姑娘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3殿下，青苔行为反常，此事绝不是他说的那般简单。如果不是，那青苔想要告诉我什么呢？梦儿姑娘，
多谢殿下赏赐，猫儿很喜欢。你在假装喜欢吧？殿下说笑了，猫儿得赏，受宠若惊，怎会是假装喜欢？不如，我还是把你送回北院吧。毕竟哪里也不如故乡好。阿群，长群，长群，阿群，阿群。桃花若担心幼弟，当在齐国竭尽全力才是。殿下，虽然你我还未成亲，但在梦儿心中，早就是殿下的人了。若是梦儿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还请殿下指点出来，梦儿愿永远追随殿下。说的倒有一些情深意切的滋味了。不过你忘了，我们的婚事为何未定了？梦儿的伤还未痊愈，许多来大齐之后的事情都记不清了。你是记不清还是不敢认？自从你来到玉京城就与男子厮混，行苟且之事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不知廉耻！敢问承平公主，你把我这未婚夫的脸面放在什么地方？殿下，梦儿是被构陷的。我乃北院承平公主，为两国交好而来，绝不会行此荒唐之事，还请殿下明鉴。我早料想如此，所以啊，我在父王的面前可是说了你好多好话，才让你留下来的。谢殿下相信梦儿的清白。梦儿在大齐举目无亲，能得三殿下垂怜，是梦儿三生有幸。话可别说得太满。我问你，若是那男子再来纠缠你，你可还找他的道？绝对不会。此人已害过我一次，若是他再敢出现，我定将他碎尸万段。那可不行。若是你把他碎尸万段，那我可就麻烦了。梦儿在府中深居简出，断然不会有机会再与他见面，还请殿下放心。此人位高权重，横行朝野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如果他非要见你，恐怕我也是没有办法拒绝的。殿下的意思是？戏耍戏耍，捉弄捉弄，然后再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你应该也要为你的未婚夫找回些脸面，不是？是。殿下放心，梦儿定不会辜负殿下的信任。只是，我实在是记不得那人究竟是谁了。左相慎在也。稀客，什么风把沈相吹到我府上来了？听闻殿下府中住了一女子，容貌与本相府中丢失的承平公主别无二致。本相今日特意前来，请公主回府。沈相还真是不客气。那依沈相的意思，是觉得我故意藏匿公主了。殿下，莫要急着往自己头上安罪名。这等妄图挑起两国战事的罪名，自然是需要主上来定夺。也不知是谁人在背后嚼舌根，构陷于我。
殿下府中从无女子出入，此事瞒了1月有余，走漏风声也实属正常。不如殿下先请公主出来见上一见，至于旁的事，皆有的商量。秦风，叫莫尔姑娘过来。是。殿下，小娘子说突然觉得有些困倦，要小憩片刻。胡闹！可有跟她说是沈相要见她？你即刻去唤梦儿姑娘过来。不必，即使小憩片刻，随她就好。沈相，你如此有耐心啊！素闻殿下府上的茶醇和甘甜，难得有机会在此静心品茶，也算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沈相所言极是，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殿下，小娘子她终于醒了。所以呢？人呢？小娘子说要见贵客，自然要梳洗打扮一番。沈相见的是他的人，他涂脂抹粉的，一会儿沈相该认不出来了。让他直接过来吧。殿下莫急，随他心意便是。沈相，你公务繁忙，再等下去，怕是会耽误正事。事关两国和平，本相有这个耐心。沈相还真是为国分忧，为民奉献。沈相，若不是你屡屡阻止，我定会亲自叫他过来。胆敢耗费你我一天的光景在这苦等，实在该罚。殿下息怒，我来了。花开一无所知，花美不可一世。花落北风编织，正中间晃如隔世。花瓣被雨淋湿，心随节中而至。花落泪，辗转心事，无处可告知。还不快见过沈相？沈相，
绝望中厮杀，害盼他江桃花，好久不见。就算要将此话赠予另个他。自我入了殿下府，一直都被唤作梦儿姑娘，还请沈相改口。名字不过是个代号罢了。你安然无恙，便好。殿下待我极好，不劳沈相费心了。随我回去吧。无论如何，你都是我沈在野的人。真是无耻！殿下，我根本不记得此人，还请殿下不要误会。江桃花，还请相爷自重。梦儿姑娘，沈相是贵客，你怎敢怠慢他？我本是想好好招待他的，怎料他如此无礼。沈相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难道等了一天，把你的耐心都消磨殆尽了？我知你恨我，可……既是你安排的，我悉听尊便。还请沈相入座。今日听闻沈相前来，我特意做了我们北院的佳肴牛至，请您品尝。桃花印记消失了，他的毒解了。你特地为我做的，我定会细细品尝。这牛至是以牛肉烤至两面焦香，外酥里嫩，好吃极了。只可惜殿下不喜荤腥，没这口福了。这道菜是我亲手下厨的，请沈相一定要吃完哦。听闻北院人喜爱吃牛羊肉，善用此物提鲜。如此一来，江娘子就不会吃不惯了。这可是本相亲手为你做的，江娘子可一定要吃完哦。这是我第一次为你下厨用的孜然，还说你不记得我？好吃。沈相，请喝汤。何物如此刺鼻？呛汤。沈相，容我更衣，去就回。
宁可在此委曲求全，也不愿与我相认吗？沈相一次又一次加害于我，到底是居心何在？那非我本意。为了寻你，我翻遍了玉龟山，查遍了所有驿馆，甚至一度觉得你已经……但是你看，我找到了这个。你既已说了非你本意，那就说明你承认曾加害于我。我做过的事，我从不否认。可，那你还有何颜面纠缠于我？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还请沈相日后不要再寻我。江桃花，你对我有恨吗？你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与殿下有婚约在身，还请沈相自重。你说什么？是高高在上的权臣，天下女子那般多，何苦与我过不去？我自北苑而来，在这里举目无亲，每一日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即便如此，我扪心自问，我也从未有过害人之心。若是我以前有什么地方曾得罪过你，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沈相，我才离开一会儿，你的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差？难不成是梦儿姑娘又怠慢你了？快给沈相道歉。梦儿，是梦儿失礼了，还请沈相见谅。殿下多虑了，烦请殿下好好照拂墨儿姑娘。沈某告辞。在我眉心的残垣，烈马凭来脚紧转。初时那悠悠口下的关，无人将梦尽在转。怎能忘命运悲喜一晚，衰草必争了花瓣。梦儿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从前我还能高看沈相一眼，如今不过如此。我不是长亭不能将水攀，莫怪多情却着离松严寒，都不甘。好难过。
我能感受到他的难过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我不过是陌路人，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与殿下有婚约在身，还请沈相自重。你既已说了非你本意，那就说明你承认曾加害于我。天下女子那般多，何苦与我过不去？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张龙，相爷，降头丹一事查得如何了？属下无能。自蓝衣阁被封之后，咱们也抓了不少的北院细作，但解药之事还是一无所获。牢里的细作大多已经毒发身亡。将他划入三殿下府已经1月有余，连牢里的细作都已毒发身亡，可他却安然无恙。相爷，您的意思是说解药在三殿下手上？尚不能确定。查，此事必须秘密进行。明白。还有，你让曾突带一队人速去北院寻降桃丹解药。是。若他是为解药而留在三殿下身边，那我便帮他解决他中毒之事。白太医。相爷，想跟你打听一种毒，名为降桃丹，毒发时会有桃花印记显现。哦，当年我一同门师妹，她擅长试毒，我记得当年她曾亲口告诉过我，唯有顶级毒才可显现印记啊。你师妹如今在何处？啊，早已被逐出师门，不知所踪。相爷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事啊？我抓捕的北院细作接中了此毒，1月吃不到解药便会暴毙，也有几人因此毒发身亡。待仵作验尸留证之后，我会命人把尸体送过来，供你研究，尽快找出破解之法。啊，好说好说，全凭相爷吩咐。还有一事想问，我夫人得了失忆之症，不知白太医可有什么法子能够医治？失忆之症多为心病，不太好医治。待老夫查阅医书，再与相爷说明医治之法。看来我与这神哉野真有刻骨之仇，不然为何看着他就有锥心剧痛？罢了，不想了。眼下完成和亲，保住长觉的命最要紧。长觉，阿姐好挂念你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们终有再见的一日。这打扮是北院来的人吗？听说是北院派来的使团，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。停车！你是何人？胆敢拦截我北院使团？你可是北院使团总领王侍郎？正是。我等奉主上之命前来，
北院使团入城之后，即刻入住驿馆接受排查。我等代表北院出使，不是囚犯。王侍郎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你请吧。哼！沈在野，殿下，使团中还有娘娘的人，您得抓紧把他们救出来。穆无言，原来你眼中还有正事。